在我老家，狼虫虎豹中的狼虫其实是一种喜欢把人挂在树上活吃，唯独不吃脸的动物。它唯一的天敌只有獒。我们村的人都以为狼虫已经灭绝了，直到我在山上遇到了一个扭曲的黑影子，它跟在我的身后，头戴花头巾，踮着2只后脚摸进了村。接近开春，山上的雪都要化了。我跟我爹在林子里捡冬天冻死的鹿。我爹背着竹篓子说：“阿财，快点捡，等雪再化一化，这些肉烂了就吃不了了。”我敷衍地应付了一句，目光被一个硕大的爪印吸引。那爪印像大笨狗，比我手掌要大很多，上面还粘着嫣红的血迹，绵延到林子深处。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好奇地用手摸的一瞬间，鬼使神差的就往前走。高大的树冠枝桠背着一层雪，遮天蔽日，我的耳边只能听见呜呜的风声。我迷迷糊糊地继续往深处走，直到一股冷风卷着雪花飘进我的脖颈，我浑身一颤，瞬间清醒。四周静悄悄的，笔直的树干交错，黝黑如墨。我强装镇静往回跑，没一会儿，我发现我来时浅浅的鞋印消失了，就像被什么东西刻意抹去了那样。再加上树上的积雪融化之后不断往下掉，望着地面晃眼睛的白色，我慌了，我迷路了。我控制不住发颤的声音大喊：“爹，你在哪儿？”回应我的只有空荡的回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昏暗的树林里传出一阵簌簌的异响。我循声望去，隐约看到一个瘦瘦的影子静立在那儿，不像熊，那黑影子佝偻着，倒像被扭曲拉长的人。风雪飘过，黑影子在暗淡的光线中若隐若现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。他始终静静地伫立着，虽然隔了很远，但我依旧能感觉到他在与我对视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我紧盯着影子不敢转身，缓慢往后退着。可那黑影微不可察地动了动，突然毫无征兆地朝我跑了过来。他速度很快，脚后的雪飞扬，即使他弯曲的身子跑起来很不协调，甚至左右摇晃，但也几乎眨眼间就冲出了林子。我尖叫了一声，棉裤顷刻间就湿透了，2条腿抖得跟面条似的。我咧开嘴大哭，边叫边跑。身后黑影子怪异的喘息声离我越来越近，我卯足了劲儿跑，但还是被树根绊倒了。我面朝下摔了个狗啃屎，门牙都磕飞了，鼻血乌泱泱的往外冒。我吓得想爬起来，一抬头正对上我爹阴沉的脸。阿财，谁让你乱跑的？我爹拽着我的衣领把我从地上薅起来，大手甩在我屁股上。我满脸的血和眼泪鼻涕糊在一起，哭得狼狈不堪。爹，有东西在后面撵我。我爹攥紧了手里的小猎刀，把我滴落在地上的鼻血刮干净了，又把竹篓里的冻肉往林子深处扔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我爹瞪了我一眼，脸色很难看。他咋在山上？这么多年了，他居然还没灭绝，只能希望短时间他吃饱了不会跟上来。说完，我爹拉着我的手下山，沿途也没有奇怪的动静在我身后响起了。等回到村子，我爹带着我来到了我二叔家。我二叔是村里最有钱的，前段时间刚盖了漂亮的大房子，把我家的大黄借过去看门。大黄生了9只小狗仔，要吃的也多了。我二叔抠门，一天只给大黄1碗冷水饭，大黄吃得慢点儿，碗里的汤水就结冰了。我爹心疼大黄，才会带着我去山上捡冻肉，想把大黄接回去好好喂养。眼下屋里正炖着酸菜猪肉，闻着很香，我肚子不争气，叫了一声。我爹和我拘束地站在门口，看着我二叔慢条斯理地吃着饭。等我二叔挑干净了肉，他才招呼我们进屋。老三，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这9只狗崽子给我，我就借你钱，让你去建三江看兔场。我爹低声下气地拒绝了。二哥，你不就是想培养出一只獒吗？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的。阿财在山上碰见狼虫了。我二叔的声线陡然拔高，狼虫？那玩意儿不是灭绝了吗？你是不是诓我呢？他看我爹摇摇头，脸色变得很差，眼神飘忽不定。我爹看他这模样，顿感不妙，就皱起了眉毛问他，那9只狗崽子呢？我二叔偏过头，没底气地说，让我扔土豆窖里去了。我爹脸色大变，起身拍桌子大喊，二哥，狗生9子必有一獒，这不是好事儿。我估摸着狼虫今天晚上就要进村，我老家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。狼虫虎豹中的狼虫不是狼，其实是另一种看上去像狼的动物。村子里从山东、河南和陕西逃荒迁移过来的老一辈人都知道，打春阳3月窜出狼虫来，不吃山间猴，只吃落单羊，而这落单羊指的就是人。狼虫的尿能散发出奇怪的腥味儿，落单的人闻了就会失去意识，主动走到林子深处被活吃。等其他人找过来，就只能找到散落一地的骨头渣和挂在树上生长脸皮的骷髅，亲人一眼就能认出来，痛哭流涕。躲在暗处的狼虫就静静地听着人的哭声。狼虫和狼狈为奸里面的狈还不一样，狼虫行动敏捷迅速，体型比一般的狼还要大一些，全身黑色或是白色，有三角形的尖耳朵和一撮胡子，嘴巴又粗又长，跟头和身体很不协调，看上去像畸形，但4条腿粗壮有力，腰细长，尾巴很大，一跃2米高。在长白山那一带，狼虫是神兽，
可每年3月，狼虫都会领着狼群下山进村子祸害家畜，唯一能牵制它的就是獒。这个獒必须是一胎9只小狗仔中经过同类厮杀之后活下来的那只，所以獒刚出生的时候，狼虫就会有预感，哪怕相隔千里，它也会赶过来杀死还是幼崽的獒。狼虫胃口大，嘴巴馋，一旦杀死了獒，没有了天敌，它就再也没有顾忌了。狗主人家甚至是10里8村都会遭殃，人与家畜尸骨无存。所以在听到狼虫2个字的时候，我二叔反应很大。我爹说我要把大黄接回去，那几只小狗仔分批送走。我二叔跟我爹横眉竖眼，老三，你这就不地道了。我平常没少帮你，你家这狗下了9只狗崽子，我还出口粮了呢。这獒我要定了。我爹气得浑身都在抖。阿才碰见的那只狼虫就是越过长白山寻过来的，你得拿大喇叭通知一下大伙，赶紧回家，把门和窗户都关严实了。这狼虫今天晚上铁定要进村。我二叔不以为然，我就不信这么多人还能怕只狼虫。咱们这山上连狼都很少见了，你不会想把狗崽子要回去，搁这吓唬我呢吧？我二叔说着，上下打量我们，鄙夷的眼神让我们很不舒服。我爹就拉起我的手要走，我二叔却把我们拦下了。咋的？心虚了呀？你们不能回去，就在这儿我看看狼虫来不来。他家屋里有扇巨大的玻璃窗户，正对着炕，虽然能看清楚外面发生的一切，但我总觉得没什么安全感。天边渐渐染上古蓝色，院子里的鸡架也没什么动静了。当山头上最后一点落日余晖被黑暗吞噬后，我爹捂住了我的嘴。阿才，一会儿不管看到了什么，你千万不要开门，也不要发出声音。我点了点头，心跳得极快。圆月悬挂在如墨一般的天上，和许多闪闪发光的星星一起照亮了我二叔家的院子。我爹看了一眼熟睡的我二叔，悄声和我说，爹上后院把大黄牵进来。我拉住他的袖子，声线发抖。爹，你小心点，我给你放风。在听到后门一开一合的声音后，我的胸腔发紧，仿佛就成一团似的。我死死地盯着外面，生怕看漏了什么。望着那黑黢黢的远方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。等我揉了揉眼睛，把脸贴到玻璃上仔细一看，瞬间头皮发麻。那些离村子很近的高山，到了晚上几乎和夜色融合在一起了，哪有什么星星？那些星星是狼虫和狼群的眼睛。我爹还在后院给大黄解绳扣。我二叔怕大黄跑了，特意打了死结。我拍着后门给我爹打信号，我爹手里不停，大黄也发出低沉的嘶吼声。他知道我爹在帮他，所以很乖巧，不乱动。可随着我拍门的力道越来越大，我爹着急了。我们村子3面环山，有时候都能听见狍子群乱跑的声音。此刻山上的狼嚎声和爪子奔走时的声音结合在一起，就像莽撞呼啸的洪水，轰隆隆地朝着村子奔来。我爹用剪子边剪边用牙咬，嘴皮子都磨出血了。总算在光点移动到我二叔院门前，我爹解开了死结，抱着大黄进了屋。我二叔也被吵醒了。他不高兴地坐起身，在看到大黄脊背上的毛根根竖起的样子，我二叔清醒了。你咋把狗整进屋了？他嗓门很大，那些发着绿光的叶子形眼睛堆在一块，更加躁动。我爹赶紧嘘了一声，小点声。月光透过薄云照射下来，那些瘦骨嶙峋的狼都堵在铁栅栏外，它们长长的嘴巴互相凑到彼此的耳朵边，在商量事儿一样，又好像在等什么。好在铁栅栏很高，顶部还有尖刺形状的铁片，那些狼短时间应该进不来。我二叔脸煞白，他哆嗦着手要打电话，但是拨了半天都没声响，没人接。我二叔胸腔起伏，站都站不住了。我爹沉着脸，抄起了铁锹，他目光紧盯着狼群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估计村委值班的人出事了。”我二叔像丢了魂儿，手在裤腰上胡乱摸着，掏出一串钥匙之后，我二叔带着哭腔朝我说道：“阿才，二叔把钥匙给你，你去仓房把土豆窖打开，我不要熬了。”他现在才说这话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没等我们有所回应，远处不知道谁家陡然传来一阵凄厉至极的惨叫声，那声音听得让人心头猛地一颤。栅栏外的狼群听到这声惨叫，像是接收到了进攻的指令，开始躁动起来。身量壮实的狼把2只爪子搭在铁栅栏上，充当起了垫脚石，让其他狼踩着它们的背，试图翻过来。那些身量小些的狼则贴着栅栏根，用爪子疯狂地刨着土，想要挖出一条通路。而白天我看到的那个黑影子，头上戴了一个花头巾，边啃着一根白花花的大腿，边走到了门后。他的嘴巴又粗又长，密集的利齿闪着寒光，很轻易就撕扯下筋骨，嘎嘣嘎嘣嚼了几下就吞进干瘪的肚子里了。脸上的毛一缕一缕的，下巴还有一撮粘着肉末的小胡子。透过窗户，我看到他踮着脚走到了门前，有节奏地敲门，一下又一下。可他发现过了很久都没人理会，狼虫又哎呦哎呦地叫，气急败坏地开始挠门。在他身后翻进来的狼都很有秩序，一部分跑到仓房想要撬开土豆窖的铁皮门，一部分扑到窗户前面想要进屋。大黄摆出攻击的架势，护在我和我爹身前。狼虫狡猾地转着眼珠子，他扭动着身子躲在狼群后面，生怕被人伤到。等发现狼群只是胡乱撞玻璃的时候，他再次跳到了狼群的背上，
狼虫的身形扭曲的就像马戏团里被打断腿骨硬站起来的黑衣小丑，他迈着怪异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步伐，缓缓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。我二叔一直在大喘气，也顾不上小声说话了，拼命找地方躲，都怪你把狼虫引来了，狼虫和我们就隔了一扇玻璃窗户。他的脑袋很小，两只绿油油的眼睛像被粗大的嘴巴硬生生挤到两边似的。我看到他兴奋地吐吸着，然后发出呜呜的低吟。几只嘴里咬着石头的狼大力扑了上来，血珠四溅，狼也不顾疼，狠狠地撞击着。玻璃上瞬间出现几道蛛网形的裂痕，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，双腿都开始不受控制地打哆嗦。我爹咬着牙，将铁锹攥得更紧了，额头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。阿才，快爬到房梁上去！我二叔比我更快，3、2下就爬上去了。我爹在大黄身上缠了绳子，让我背上去。我刚爬到房梁上，窗户就传出一阵碎裂声。狼虫先把硕大的嘴伸进来了，咸水混着牙缝里的肉皮子啪嗒啪嗒往下掉。我爹见状，一铁锹狠狠地拍在狼虫的鼻尖上。狼虫发出尖锐的类似耳鸣的叫声，快速地把嘴巴缩了回去。然后他用那双阴狠狡诈的眼睛盯了我爹一会儿，他左右动着三角形的小耳朵，大尾巴哐哐几下甩在狼脑袋上，几头狼就争先恐后的从玻璃缝隙往屋里挤，哪怕身上的皮毛都被刮开了，血肉模糊，也没有退缩。我爹手背上的血管暴起，大力拍在狼头上，铁锹都拍凹了。先进来的狼口鼻窜血，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，但是我爹一个人顶不住玻璃突然破碎涌进来的狼，我爹直接把废掉的铁锹往狼虫的方向一扔，踩着墙壁几下子就往上爬。可那只狼虫无比聪明狡诈，它学着我爹的样子，后爪子在墙上一蹬，借力纵身一跃，就咬住了我爹的脚。狼虫下嘴狠，我爹的鹿皮靴都被它咬穿了，鲜血哗啦啦的流。狼虫喜欢人肉人血，就伸出长舌头舔，样子又猥琐又恐怖。我二叔用着浑身的力气往上拽我爹，狼虫就使劲往下坠。我拎着房梁上挂着的腊肉朝着狼虫的眼珠子砸，这才减缓了它咬掉我爹半个脚掌的速度。房梁底下的场景触目惊心，宽敞的屋里挤了10几头狼，它们嘴里咬着肉，好像怎么也吃不饱的样子。我二叔家的牲畜都被吃了，满地都是动物的残肢和血肉脂肪，让人看了就胆寒。抢不到食物的几头兽狼正盯着我爹，就等着狼虫把我爹扯下去，然后一拥而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黄护主心切，跳下去就叼住了狼虫的左耳朵。还好我眼疾手快，抓住了大黄身上散开的绳子，紧紧攥在手心里。可是狼虫皮肉结实，大黄和狼虫同样悬挂在了半空中。大黄咬得狠，狼虫疼得松了口，在地上直扑腾。我爹顺势爬到了房梁上，和我一起把大黄拉上来。然后我爹把裤腰带使劲往脚踝处一绑，阻止毒素蔓延。冷风从破掉的窗子口往屋里吹，我的脸开始刺痛发麻。我二叔说：“3月最冷，这样咱不得被冻死吗？老三，这件事可跟你脱不开关系，你得想想法子。”我爹摸着腰间的小猎刀，语气也很不高兴。狼虫是故意把咱们困在顶上的，等咱们手脚冻僵，攀不住房梁了，就掉下去了。现在只能等大队那帮人赶过来。我二叔又咧着嘴号，土豆窖的门让我换成铁板的了，足足有3根手指头那么粗。狼虫破不开，肯定要抓我呀！我爹斜着眼睛看他，他哭了一会儿，把目光看向我，语气刺耳起来：“阿才，这房子刚修好，留了个暖炉子，风口还没堵呢，你从那儿爬出去。后院有个粮仓，里面有个自行车，塔楼高那块有火药，我这把钥匙串都交给你，就靠你把那狼虫烧死了。”我爹气急拍了我二叔一巴掌，他才几岁，你让他去干啥？我二叔脸涨得通红，我也钻不进去那个风口啊，你的脚也伤了，走不了路。等他们来的话，咱们早冻死了。不试一试，只有死路一条。这下我们都沉默了。我看着我爹不断往外渗血的靴子，答应了我二叔。我爹嘱咐了我几句，我就开始顺着风口往外爬。可也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一个怪事：房梁底下那群狼开始围着狼虫绕圈。狼虫猛地抬头看，对上他那发着绿光的眼睛时，我莫名觉得心底有股寒意。我攥紧了我爹给我的小猎刀，带着浑身的灰爬到了外面。我爹和我二叔在屋里不断发出声音，吸引狼群。院子里面瞬间空了。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恐惧感，手脚发抖。我尽量悄声地踩着红瓦房盖，来到了粮仓上方。一般家家户户的粮仓都会留个天窗，我就顺着天窗往下爬，找到了那辆小自行车。我二叔给我放哨，喊了句走吧，我就拼了命往外骑。路上的冰雪直打滑，我夹紧了屁股，直奔着塔楼的方向去。骑了几下，我看到我们村的九蒙子被挂在电线杆上，只剩个脑袋，脸上的表情扭曲惊恐，完整的肋骨被啃得干干净净的，我有点想吐，就张开嘴巴吃冷风。我以为避开那几十头狼，能很轻易地骑到塔楼底下，可刚骑过100多米，我身后突然传来哒哒哒哒的奔跑声。我一回头，那狼虫跑得极快，毛发跟女鬼头发一样乱飞，
眼看着就要跑到我身后了，我吓得恨不得把车链子蹬出火星子，心里面越发觉得古怪。狼虫咋知道我出来了？除非他能听懂人话，故意等我落单。我大喊救命，没人敢出来帮忙，哪怕他们有着铁栅栏和大砖房，也待在屋里没有出声。我腿上的肌肉发酸，狼虫也离我越来越近。他很兴奋，呼哧呼哧喘着热气。他让狼群围困住我二叔跟我爹，独自追赶我，只想吃独食。好在塔楼离我不远了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瞬间头皮发麻。身后空荡的乡间小路结了几层冰，正反射着月光。狼虫不见了，明明刚才还在后面追赶我，现在却没影子了。我没再往下想，咽了口唾沫舒缓喉咙的干疼，把自行车骑到塔楼下面，就开始快速往上爬。大冷天，铁质的扒手上却没有雪，我心里觉得有点古怪，但我没细想，依旧往上爬。由于我的手心还算热乎，摸上去一瞬间差点被粘住。就在我刚爬了没几下的时候，我看到远处那几十头狼直奔着我的方向跑过来了。我一惊，手中的动作不停，哪怕手心的皮都被扯破了，我也不敢松懈一下，直接爬到了塔楼顶。我二叔是村里的大队成员，有塔楼的钥匙。我刚要把门拧开，左边传出几声哎呦哎呦的叫唤，我下意识就要往内处走，看看是哪个老婆子摔倒了再叫。突然想起我爹嘱咐我的话，我没理，悄悄把手心的血抹在铁扒手上，转身就钻进了塔楼的小屋。没一会儿，我看到那只狼虫从角落里走了出来，它两只爪子搭在身前，佝偻着腰，头顶又戴上了那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花头巾，乍一看地上的影子真的像农村的老太太。不仅如此，它还迈着奇怪的步子，蹑手蹑脚地走到了扒手边。狼虫大概是被人血勾的心里痒痒，它伸出粗红的长舌头要去舔。我死死地盯着它的一举一动，攥紧了手里的小猎刀。虽然我很害怕，但是我不能耽误事儿。想到这儿，在狼虫晃着脑袋扑腾尖叫的时候，我冲了上去。狼虫就算再聪明，也没想到在东北的冬天最忌讳用舌头去舔铁质的东西。它被粘在那儿了。可就在我要下手的时候，狼虫的眼睛里闪出狡黠的光。刚才我爹嘱咐我的话也仿佛在我耳边重新响起。阿才，你记住，狼虫最善于伪装，它会发出叹气的声音，它还会将计就计。它鼻子很大，只对血液灵敏。只要你躲在塔楼上，别出声，别暴露，时间长了它就会自己走的。我举着刀子盾在原地，哭都哭不出来了。谁能想到狼虫会绕路先埋伏呢？我想捅它脑袋，没想到它脑壳坚硬无比，捅别的地方又够不着。眼看着狼虫在咬自己的舌尖，就要挣脱，我只能一脚把它踹了下去。5米高的塔楼摔不死它，几头狼忠心耿耿地把它护在中间，它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还想往上爬。我心一横，直接把塔楼小屋里的汽油往下倒，划了一根火柴就扔了过去。汽油点燃的那一刻，一条火龙冲天上，狼虫不断后退，把宽大的长嘴巴插在雪里呜呜了几声。于是只见那些狼群骚乱了一阵，纷纷跑起雪来。哪怕枝爪劈裂了，血乎乎的，他们还是锲而不舍地叼着刨出来的冻土块往火上扔。我浑身冒冷汗。小学班主任教我们，汽油点燃了，最不该用水去扑灭。我没想到狼虫能用土。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小，我只好又倒了一桶汽油。看到狼虫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颈部的毛全部扎起，我不禁感到奇怪，狼虫为啥不去找敖，反而一直盯着我呢？就算嘴巴馋要吃肉，也该先解决了自己的天敌才对。我攥着我二叔给我的钥匙串，瞬间反应过来了，土豆窖的钥匙在我身上呢。第二波火势被扑灭后，狼虫发出扑噜噜的怪叫，几头兽狼打头阵要往梯子上冲。我举起插草垛子的4齿铁耙就往下戳，但是我岁数小，挥舞了几下铁耙就脱了手。眼看着打头阵的红眼兽狼就要扑上来了，我使劲踹梯子松动了一边，脚踝瞬间鼓起个大包，梯子晃晃悠悠的，那几头兽狼的爪子扒不住，掉下去摔死了。狼虫心不甘情不愿地半蹲下身子，大尾巴一翘，跃起来得有2米高。好在塔楼够高，它一时半会儿跳不上来。我冻得身上发热，扭头钻进塔楼屋搓手取暖。白天不长，东北6点多天才亮。估摸着时间，我再坚持，大队的人就能翻过山赶过来了。我靠在屋子角落缩成一团，瑟瑟发抖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梦里，我耳边狼虫的跳跃声不停。我被惊醒，探头趴在塔楼屋窗户上往外看。咚咚，狼虫越跳越高，每一下子都像个大黑女鬼，飘逸的长毛裹着狰狞恐怖的脸，离我越来越近。眼瞅着再跳几下，它就跳上来了。我哭都哭不出来了，捧着我爹给我的小猎刀，求老仙儿保佑。天还没有亮，但是我听到远处传来人群的呼喊声，火把光芒照亮了一大片区域。我爹一瘸一拐的带着壮实的汉子赶过来了。阿才，不怕呀，爹来了！我爹朝我的方向喊着，把自己手里那瓶东西往身上撒，又往其他汉子身上抹了抹。我认出来那瓶子里装的是我爹以前好不容易才收集的山菌尿。那群狼闻到气味，吓得两股战战，也不听狼虫的指挥了，扭头就跑。我爹眼疾手快，一斧子就朝狼虫脑袋上劈去。
狼虫被汉子们包围了，他躲开我爹斧子的那一下，后腰却让铁叉子捅了个洞。老三，多少年没见到狼虫了，这玩意儿可邪乎啊！不弄死的话，铁定会来报复。大舅、蒙子都让他活吃了狼虫这种东西，来了就不走，春吃男下吃女，晚上娃娃打牙祭，这可不行，快弄死他！汉子们异口同声，一致举起铁叉子朝狼虫的脑袋钉了下去。狼虫撅起尾巴，屁股翘老高，喷出一股尿液。汉子们眼睛睁不开，还呛得直咳嗽。松懈了几秒的空当，狼虫朝着我爹就扑了过去。我爹脚伤了站不住，被扑了个大跟头，后脑勺磕在冰锥上，好半天没缓过来。狼虫张开血红色的大嘴，冲着我爹露出来的脖子又快又准地咬下去。狗吠声响起，一抹黄色撞在狼虫身上，两方翻滚撕咬起来。就我爹起身的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大黄已经被咬得浑身没有一块完整的好肉了。而狼虫行动敏捷，扭身一闪，窜上山就不见了影子。狼虫攻击性强，身上哪哪都是毒。大黄先前咬了它，已经中毒了，现在为了救我爹重伤，躺在地上轻声哼哼，漆黑的眼珠倒映着被人抱下塔楼的我和我爹的影子。我爹抱着大黄，求我二叔借他钱给大黄治病。我二叔气了一声，滚你还有脸求我？我家刚修好的房子都祸害成啥样了？我爹不甘心，扒在门缝不愿意走。二哥，要不是大黄把剩下的狼引走了，我哪有机会回家取山菌尿啊？二哥，弟弟求你，大黄陪了我这么些年了，就算治不了，也借我点钱让他好走啊！我二叔使劲关门，还破口大骂：草一条狗死了就死了，真会骑麻溜的，赶紧给老子滚蛋！大黄动静越来越小，血都染红了我爹的袄子。我看着我爹突然转了个画风，二哥，那9只狗崽子真的都死了吗？我二叔的声音很小，你不也看到了吗？咱们下去的时候，那9只狗崽子互相残杀都死了。我爹没有问了，他抱着大黄和我回了家，一路上他都很沉默，没有说一句话。看着大黄难受抽搐痛苦的样子，我也哭，爹，咋办啊？从我记事的时候，大黄就陪着我了，我心里不好受，也恨狼虫，还有我二叔。我爹不吭声，他掏出根绳子套在大黄脖子上，绕过房梁柱把他勒死了。大黄死的时候没有挣扎，眼眶里都是眼泪，我也哭伤了嗓子。我爹把大黄的尸体烧了，他说狼虫记仇，要是把大黄埋了，狼虫铁定会把大黄挖出来吃掉的，然后就会跟我们挑衅炫耀。在我爹小时候，村里有个跛脚猎人，曾经就把狼虫打伤过，他孙子跟他一起上山打猎，就被狼虫勾走了。等村里人找到的时候，只看到一根树杈子插在雪地里，顶上串了个小骷髅，小骷髅腿上的肉还没被吃干净，七窍被雪渣子糊住了。原来狼虫特意没吃跛脚猎人孙子的脸，好让跛脚猎人看清他孙子死之前是有多恐惧、痛苦和绝望。那跛脚猎人一下子就疯了，掉进冰河窟窿里淹死了。我看着我爹的侧脸在火光下忽明忽暗，问了一句：爹，那你的意思是狼虫还会再来吗？我爹摸着我的头，轻声说：不会了，大黄死了，袄也没了。4个月过去了，夏天到了，山上没有再出现过狼虫的影子。我二叔又发达了，他想搬到建三江，把鱼塘卖出去之前，请全村的人吃席。我爹拉着我的手，刚从后门走进去，就被一条小黄狗拦住了。小黄狗叫了几声，我爹的脸色就变了。我二叔还在收礼金，被我爹拎着衣襟拽走了。咋回事儿？你不是说那9只狗崽子都死了吗？我二叔嬉皮笑脸的往我爹嘴里塞了一根烟。我要是不说死了，你能放心吗？老三，这是獒啊，你知道一条獒能卖多少钱吗？我爹嘶哑着嗓子说，獒还没成年，狼虫估计养好了伤，还会再回来的。我二叔一听到狼虫2字就打怵，他问我爹，真的假的呀？老三，那狼虫伤不小啊，还能活着吗？狼虫专挑阴气重的死人坟养伤，这次他回来了就更不好对付了。我爹刚回复完，院外就响起了敲门声。我二叔早把铁栅栏换成水泥浇筑的围墙了，顶上还围了一圈电网，连门都换成了大铁皮的。这敲门声听上去不太对劲，3长2短又很重。我爹和我二叔争先恐后要拦住想开门的胖婶儿，但是大家沉浸在吃喝玩乐中，酒杯相碰，我爹的喊声被欢声笑语接了过去。端盘子的胖婶儿还是把门打开了，映入眼帘的是个戴着花头巾的老太太。老太太穿着黑色的毛皮袄子，拿个竹筐挡在脸前面要饭。胖婶儿张嘴就问老太太，大夏天穿这么热，再捂出一身痱子咋办？你想吃啥？下一秒，老太太把竹筐子一扔，露出那张粗长的大嘴，獠牙光洁，宽大的爪子捅着没反应过来的胖婶儿就啃。还喝酒耍剑的汉子们瞬间清醒了。我爹举着酒瓶子往狼虫脑袋上扔，狼虫扯下一块肉丝找着地，借助桌椅躲闪。狼虫夏天吃女人，后厨有不少小媳妇帮忙，我二叔惨白了脸，瘫坐在地。我被吓得手脚发软，还是硬撑着窜上了树尖。那狼虫左右拗不过众人，就开始逮着跑在最后面落单的傻子咬。狼虫浑身都是毒，上次被他呲了尿的汉子们躺了一周，这次谁也不敢贸然冲过去，但还是抄家伙往狼虫身上砸。
我给大队打电话了，他们在附近巡逻呢，听说狼虫又来了，都要给被他吃掉的同事报仇，咱们得把他拖住，等大队来了，开枪把他打成筛子。我二叔一口气说完，没躲避及时，被气急败坏扑过来的狼虫咬在了膝盖上，嘎嘣一声，我二叔直接晕过去了。狼虫又看向我，我浑身一哆嗦，抱紧了树干往上窜了窜。狼虫跳得很高，它一口就叼在了我屁股上，也因此被我放在裤兜里的刀子划伤了嘴。它吃痛怨毒地看着我，似乎想把我的样貌刻进记忆里，转头又去咬傻子泄愤。我爹没接到赶过来的大队的人，倒是接到了个肠子露出半截、受了重伤的汉子。他是想把咱们一网打尽山上全是狼。汉子龇牙咧嘴地说完，我爹肉眼可见的慌了。坏了，狼虫会赶尽杀绝的，它沾了人血，一旦下了山就不好对付了，那咋办？现在山上都是狼，我估计狼虫把长白山那边的都带来了。有个汉子说完就想跑回家，我爹连忙把他拉住了，别动，上次围剿狼虫的人都在这儿呢吧？他是有目的性的，他以为咱们是村里唯一有战斗力的，把咱们弄死既报了仇，又能方便他吃剩下的老弱妇孺。那几个汉子有些后悔了，那咋办啊？我在高处不仅能清楚地看见我爹脸上绝望无奈的神色，还能看见远处的山上树木草丛微动，那些狼正朝着村子的方向涌过来。我爹说，等死吧，敖还没有成年，狼虫不怕的。要是上回我能提早知道敖没死，哪怕冒险去山上找狼虫，也要趁他需要他命。现在他养好了伤来不及了，晚了。狼虫被人堵在角落，他压在傻子身上，呲着牙朝着傻子颈动脉那里吹气威胁，也不反抗。他静静地看着我们脸上出现无助的表情，看着有几个人手软扔下武器。我爹咬了咬牙，不管了，拼了。他从兜里掏出绳套，又准又快地套住了狼虫的脑袋，使劲往后一拉。狼虫离傻子远了点，我爹就喊，快咱们一起上。狼虫反方向朝我爹冲了过去，其他人被狼虫的气势和四面八方传来的狼嚎声吓脱了手，四散奔逃。人群一散，我爹也没有多少底气了，他朝我的方向深深地看了一眼，就往屋后跑。阿才，别哭啊，你在上面安安静静地待着，千万别下来。他想把狼虫引走。那只小黄狗从屋里的铁笼子里咬开了插销，窜出屋外，对狼虫汪汪叫了几声。狼虫刹住了脚，他前后看了看，知道小黄狗还小，而我爹有领导力，对他威胁最大，又扭过身子去追我爹。小黄狗速度很快，他不甘示弱地追上去，狠狠地朝狼虫咬了一口。民间说九犬出一敖，敖是狼虫的天敌，不怕狼虫的毒。这口咬得狠了，狼虫半截尾巴都被硬生生撕咬了下去。小黄狗叼着狼虫的半截尾巴，后腿肌肉健硕发达，轻轻一跳就越过了围墙。狼虫舔着帽子血的伤口，惨叫着在地上打几个滚，果断追了上去。茂密的山林间有狼嚎声此起彼伏响起，朝着某个方向跟去了。我爹站在原地，他看了一眼院子角落，那里是大黄待过的地方，隐隐约约还能看见埋在土里的半截狗绳。我爹突然就掉眼泪了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山里都没有狼群的痕迹。我爹说，估计是被敖引回长白山那一带了。10里8村来看热闹的大伙都问，那狼虫死没死？唯独只有一个人问敖怎么样。我爹没回答，毕竟那个时候敖根本没有成年，面对狼群和狼虫，存活的概率很小。我二叔瘸了一条腿，他跛着脚就接着讲故事。你们不知道有多凶险，那狼虫真是阴险狡诈。我坐在炕上，看我爹低着头沉默，握住了他的手。我二叔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夸张。他的故事里，狼虫阴险毒辣，要不是他英勇无畏、聪明果断，村子里的人都完了。我二叔有钱，他给那些受伤的汉子包了医药费，所以他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其他人都附和。我觉得不舒服，明明是我爹冒险，到最后我爹连个名都没留下。爹，你咋不说话呢？我爹摸着我的头，我们只是自己人生故事里的主角。我爹牵着我的手回了家。身后的屋里，我二叔比划着夸张的手势，那些人虚伪奉承的笑。我扭过头看向远方，地平线的太阳逐渐落下，夕阳将云朵染红，路边的野花开得正盛。我肚子叫了一声，爹，我饿了。我爹笑着把我抱在怀里，好，到家了，爹给你煮饭吃。刚到家门口，我就看到有只肥兔子挂在栅栏上。我高兴地大喊，爹，你啥时候打的兔子啊？咱有肉吃了。我爹疑惑地往四处看了看，又看向远处的山，那里只有郁郁葱葱的树。